对，很多国家啊，这个都是把这个中共这波疫情向全世界传播的疫情呢，看作是一种一次性危机，以为说爆发了以后传染了。扩散了，然后有了疫苗，大家注射疫苗，这问题解决了。这种想法有点像看流感、流行性感冒。那么因此呢，也就很多国家的人都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没有想好怎么样面对再次复发的疫情。我看到英国的 BBC 4月22号有篇报道，分析印度疫情为什么猛烈反弹，可能有哪些原因。我觉得他讲的有一些道理的。首先就是说，印度放松警惕了。今年年初说印度的疫情曾经好转，印度官员也宣布说已经扭转疫情形势，好像不错。那么大家印度人都认为说印度已经摆脱危机了。那么随着当局和民众放松警惕，各种宗教活动还有政治选举纷纷举行，高层官员、宗教领袖也出席各种大规模人员聚集活动，很多人也不戴口罩，也不保持社交距离。同时，伴随着新增病例的下降，接种疫苗的人也少了，疫苗接种速度放慢，这是印度的一个原因，就是疏忽。第二个原因是，印度社会这个中下层之间一直存在着缺医少药的问题。那么一旦爆发疫情了，这个问题到了农村就更加严重。那么这次第二波印度的疫情，感染人数突然增加，很多地方的医疗系统就没办法应付，很多城市都报告说这个医院的床位短缺，氧气供应不足。那么有些病人是在感染之后得不到及时治疗的情况下死亡的。那么，印度一些城市在第一波疫情当中，当时就已经没有床位了。那么本来呢是应该为第二波疫情做好充分准备的，但是因为印度放松了警惕，完全没有应对第二波疫情的医疗条件这方面准备。那么，根据印度的医院临床试验显示呢，就是这个如果是重症患者，他能够使用呼吸机，就是医院还有床位能给他提供呼吸机，那么他用药以后死亡率可以降低1/3。那么如果需要吸氧的这个患者的死亡率可以降低1/5。但是印度现在呼吸机远远不够，这是医疗条件方面。那么第三个是印度还有一个疫苗接种问题。那么到4月下旬，印度是将近14亿人口，接种的人数只有1.3亿。就疫苗只够1.3亿人用，远远不能形成所谓群体免疫的要求。群体免疫就是说，要能够社会大部分人都已经接受这个疫苗的接种。那么印度实际上是只有医护工作者、一线的人员，还有45岁以上的这个人群作为优先可以接种疫苗，其他人就没有办法，因为疫苗不够。现在呢，印度因为疫苗短缺，已经有数百家这个疫苗的接种中心已经暂时关闭了。当然，最后一个就是主持人讲的问题，病毒的变异。那么，印度这一波的病毒已经不再是去年疫情爆发之初的那种，而是已经出现变异和再次变异，出现了一种叫做双突变的变种。那么现在已经有20个国家发现了印度的变种病毒，包括新加坡、澳洲、英国、美国、泰国、斯里兰卡、南非、比利时等等国家。所以不光是说印度出现这次病毒的变种，巴西也发现了，刚才主持人提到也发现类似的现象和变种的病毒。那病毒学家认为是说，这样的病毒的双重突变啊，可能使病毒的更加具有传染性。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确诊的病例会突然急剧的增加，因为变种病毒不但是传染力比较高，而且染病以后病况会比较严重一些。那么现在全球新冠大流行到底什么时候结束，好像是没有确切答案的，也有很可能在相当长时间里头，我们不会回答一个说有一个零新冠病毒这样一个世界。而是说这种病毒和人类在共存，而且周期性的发作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疫苗、药物和防疫机制就是关键了。那么疫苗的研发要及时跟上病毒的变异。同时呢，治疗新冠这种病的药物开发和疗法的探索也同样重要。
现在英国已经成立了抗病毒特别工作组，是希望说至少在今年秋季能找到至少2种针对新冠感染早期症状的有效药物。另外呢，就不断改进测试，就是是否感染的这个测试技术和测试程序，也是防御机制中的一个关键。那么现在我看到 BBC 有一位健康与科学事务记者叫 James Gallagher， 他介绍了新冠病毒和药物研发现在正在推行的这个大型实验项目的3个研究方向。那牛津大学是正在进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临床实验，全世界有12000多个患者参与，目的是确定药物对新冠症状的作用。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在评估不同的潜在疗法在世界各国的表现。那么各国制药公司是分别展开自己的药物研发实验，他们大概有3大研究课题。首先呢是直接针对冠状病毒在人体内生存繁殖的这种抗病毒药；第二种是镇定免疫系统的药物。这样的话就免得这个患者的免疫系统过度反应损害身体。那么第3就是从治愈这个新冠病毒感染者治愈了以后，从他们身上提取血浆，然后再经过实验室的合成，形成这个针对病毒的抗体。那么不同的药物在不同的阶段会起不同的作用，然后有不同的方案，怎么样混合使用等等，现在也是个重点。另外还有个研究课题就是新冠的长期症状。现在有个英文词了，叫长新冠，就是 long COVID。就是说，相对于现在我们讲的都是急性感染，但实际上可能将来会出现长期症状，就是慢性新冠症状。那么这方面的问题对患者怎么样治疗护理要求呢更加复杂，大概是1/10的患者会发生这种长新冠的问题。